你知道为什么90%的1:5投资人最终都拿不回本金呢？因为他们在签约前根本看不懂合同里面的致命条款，如何用尽调拆穿项目的陷阱。我们避开骗、蒙、绕、欺的4大陷阱，看完你会比90%的销售都专业。我们总结1:5市场的4大伎俩。第一，欺骗。有一些项目的销售方明显是用 PPT 来欺骗投资人的，他们专门用那些所谓的高大上来蒙那些看不懂的投资人，专门绕开那些核心的问题，用非核心的回答来营销，比如说956F 是否获批，比如项目的历史数据，比如项目开发商是不是上市公司。有些看似有实力、有历史的营销机构，店大欺人，历史上面爆雷的项目非常多，也不怕再多一个，叫做狮子多了不怕痒，欺负投资人看不懂英文，看不懂合同。一个客户发的 PPT 里面说项目的价值是被审计过的，但是 PPT 里面附的英文图片根本不是审计报告，而是一个 CPA 的免责说明。回到回款的问题，市场上的营销机构基本上都有一个万能的回复，就是项目的投资必须按照移民局的要求，是 at risk。一句话就告诉你，投资是一个风险，本金有收不回的可能性。我想说，所谓的风险投资，就是你知道风险在哪里，如果不知道 PPM 里面的核心条款，就签字了，那就不叫风险投资，那叫瞎眼投资。1:5项目尽调的主要工作，就是分析清楚项目 PPM 里面所有披露的核心条款。有一些风险不是那么的事关重要，但是有一些条款是非常要命的，来不得半点的模糊。有几个关键的条款，大家一定要反复的去核实。第一，资金的结构，这个是你能否顺利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重中之重，因为它影响项目能否竣工。一直说资金的结构是开发商的鬼门关，没有资金，项目烂尾了，或者是被破产重组了，投资人就会变成了后娘养的了，就业机会可能就会悬，可能就会出现问题。至于投资款能否收回，那属于更高概率的风险问题。第二，还款抵押物，这个是看你到期能否回款。我们知道很多的项目方根本就没有啥还款的保障，纯粹是靠项目的高大上来蛊惑你的选择。试问一句话，如果到期不还款，你有何法律手段和措施呢？迫使项目方去还款。还有一些项目方看似还有还款的担保，比如说市场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未来的收益权、虚拟的质押，还有一些项目它的抵押物是所谓的品牌价值。这一些你敢相信吗？大家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项目的抵押物或者是担保人，它的价值和流动性。穿着假外套的抵押物或者还款担保人，也是市场上最流行的骗局之一。第三个就是贷款的周期，这是看你多久能回款。移民局的要求最低的风险期是2年，目前即将被推翻改成5年或者是更久。
但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至于到底何时退款，那就要看项目 PPM 合同里面是怎么规定的。在满足移民局的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回款的时间要看 PPM 合同。这里面非常的复杂，牵扯到贷款的计算期、再投资的可能性，而 JCE 和 NCE 都有可能再投资。这三个绝对是项目审核的核心考虑因素，一个都不能大意。第四个就是5261被拒的退款条款，这个点就是最能体现出项目公司的实力。它是无条件的即刻退款，还是磨磨唧唧再磨好几年退款？有一些项目方是比较干脆利落的，拒签后90天内全额退款。有一些项目方5261被拒后，退款的条款竟是至少要再等3年的时间。第五个就是还有其他的因素，项目的盈利能力。如果你没有拿到真正有实力的还款担保，那么项目的盈利一定是还款的核心点。如果说项目没有能力盈利，那么还款就是水中月、镜中花。另外还要看项目的 956F 是否获批，项目集团公司和区域中心的尽调，这些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后面的这些点都是非核心的因素，如果能有的话，当然是最完美的；没有的话，也能凑合。最后敢不敢问这3个问题？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确认有保证完工的资金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贷款还款的保障是什么呢？能靠得住吗？第三个问题就是贷款的周期究竟是怎么计算的？美国投资地产项目的坑数不胜数，但是还有一些规律可循的。欢迎订阅，我们一起探讨分析地产项目，带您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背后的真实逻辑，让您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，越走越稳。获得更多美国地产投资1B5投资移民资讯。1B5不是慈善，是金融，而金融靠的是监管与底线。1B5投资移民项目的深渊巨坑，1B5投资移民合同，资本狂潮下的1B5悲剧。持续了解美国地产投资和1B5尽调，风险和回报永远成正比，这是美国基金资金结构的核心逻辑。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